恭喜你小子成功進入熬夜決賽圈！刷完這個視頻，保準你能美美入眠。趕緊拿好你電量76%左右的手機，把左腳輕輕搭在右膝上，調整至最舒服的姿勢，開啟今晚的睡眠之旅。四海為家的王德發又到野外瞎溜達，他遇山開路，遇水架橋，只為尋得一處風水寶地，安家落戶，娶妻生娃。這個斜坡看起來就非常不錯，於是德發抽出柴刀，便開始清理上面的鐵狼藉。從他嫻熟的手法可以看出，小時候肯定沒少給家裡找柴火。想要在斜坡上建造房子，還需要挖掘出平坦的宅基地。德發立即化身人形挖掘機，十字鎬掄得虎虎生威，泥土不斷地往外推，一身的腱子肉爆發出用不完的洪荒之力。把十字鎬幹廢後，又換把鏟子繼續挖，硬生生在土坡上刨出平坦的宅基地。就這規模，足足得有幾十個平方。接着德發在後牆上劃了筆畫，然後便開始按照標記線開始挖掘。經常看荒野建造的肯定已經猜到了，德發這是在搭建壁爐。只見他先收集來一堆石塊，而後再純手工揉搓一灘粘土，就可以沿着挖好的凹槽開始修葺。隨着爐膛修葺完成，再拿來竹竿支棱在中間，便可以圍着它往上壘砌煙囪。完事之後，再把竹竿給抽離，排煙管道也就一气呵成。为了後續室內能保持清爽乾燥，土牆還需要進行一定的防水措施。只見德發先把薅來的松針燒成灰燼，而後再與泥土攪拌均勻，加入生命源泉之後，一雙無情鐵手瘋狂攪拌，就得到了純野生的混凝土。接着德發便化身泥瓦匠，開始對土牆精裝修。一雙鐵手把牆面抹得油光锃亮，就這效果，壁虎爬上去都得打滑。在等待牆體乾燥的時間裡，德發摘了個柿子補充了些能量，接着又走進免費建材市場開始進貨。為了方便木材的加工，他先利用榫卯技術制作出一對結實的馬架，而後就可以開始對原木進行加工。首先去掉粗糙的外皮，而後再把原木削成方木。這項工作看起來簡單，實際一點也不難，但這對德發的體能的確是不小的考驗。不過為了能夠早日住上新家，這點苦根本不值一提。完事後還要在上面鑿出相應的卡槽，後續密封牆體就可以直接嵌入木板。首先在地基內部刨出幾個基坑，而後就可以把加工好的立柱給支棱起來，四周再回填泥土並夯實。由於之前已經在立柱上方鑿出卡槽，直接架上方木就能構建出木屋的整體框架。不過為了確保萬無一失，相交處還需要打孔之後敲入竹釘進行加固，這樣就能確保整個框架足夠牢靠。由於德發設計的是雙坡式的屋頂，中間還要搭建出屋脊，接着就可以架上方木安裝屋頂椽子。得益於之前加工了足夠多的方木，接下來只需拿出祖傳的鋸子，再把方木片成木板，就能得到密封牆體的材料。德發晝夜加班，足足鋸了一天一夜，終於收穫了一堆的松木板，只需對準立柱上的卡槽，一片片的嵌入進去即可。為了提升室內的採光，前面還特地預留出2扇大窗戶。其餘的牆體也是如此按部就班，由於每一塊木板都是精準測量加工，安裝上去之後就能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。屋頂同樣是釘上木板進行密封。而為了提升防水效果，上面還要再加上一層帶皮的木板，自下而上的安裝就能起到瓦片的效果。為了提升室內的通風和採光，還在屋頂上預留了一個超大的天窗。雖然在野外沒有玻璃，但他早就想好了給天窗防水的對策。只見德發先在木板兩端加工出圓形插銷，而後根據標記在窗框上鑽出相應孔洞。組裝好後就得到了一個百葉窗。由於屋頂本身自帶斜度，下雨天時只要把窗戶關閉，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水效果。平時只要把拉繩固定好，保持開啟狀態即可。其餘的2面窗戶也是如法炮製。不得不說，德發這騷操作簡直是小刀拉屁股開了眼了。而作為一套頂級豪宅，必須要鋪設高端的木地板。只見德發拿來木板，全部裁成方形的木片。不過為了防止木板收縮產生縫隙，還需要先把木板晾乾之後才能鋪設。可以看出德發還是非常注重細節的。考慮到這幾天的體能消耗巨大，德發決定搞點野味好好補補身子。
於是便用竹筒和竹篾制作了一批地籠，再往裡面放上一些蚯蚓作為誘饵，然後就可以把它們布置到溪流中，剩下的就交給时间。此时木地板也已经晾乾水分，先给地面抹上一层厚厚的粘土，接着就可以直接把木地板给鋪設上去。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鋪上地板之後的小屋看起來瞬間提升了10幾個檔次。隨着天色逐漸變暗，德發拿來柴火先將壁爐給點燃，而後便起身來到溪流開始回收地籠。由於地籠的尺寸限制，並沒有收穫什麼大貨，但這幾條黃鱔也足夠他飽餐一頓。他找來一截芭蕉樹對半切開，中間挖出凹槽，再把處理好的鱔魚整齊擺放上去，扣上蓋子之後就可以直接放在壁爐上燉煮。經過81分鐘的等待，焦香四溢的鱔魚包終於出爐，炫上一口嘎嘣脆，蛋白質是牛肉的好幾10倍。吃飽喝足後，德發便鑽進睡袋，進入夢鄉。明天醒來再繼續給新家添置家具。